阿正，我很想吃蛋糕。好吧，那我出去买。哥，你回来之后，跟糖糖见面了吗？那既然见面了，误会都消除了，干嘛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啊？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糖糖一个人有多辛苦，连我都觉得她平日里一个柔柔弱弱、嘻嘻哈哈的女孩，能撑到现在，真的好了不起啊！有些事情呢，可能不会像我们自己看到的那个样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感情不就是这样吗？谁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啊？谁能保证这个世界上有永恒不变的爱情呢？可是话不能这么说，糖糖就是那种很坚持到底的女孩啊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只要认定了就不会改变。但可能只有变化是永恒的，对吧？但就是因为这样，你还有我，才会喜欢那种变化少的人。哥，你跟糖糖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也许不是误会，也许是他对我的感觉变了吧。那不可能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可能的事？糖糖她怀了你的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她没说，可能是因为家里面的原因。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她真的特别累，咱们家不接受她，她自己家里人又不理解她，再加上前段时间你在美国又失去了联络。过去的这段日子，我也像死了一样。不，是2次。你没有资格说我的家人，他们现在能容忍我留在家里，我已经很感谢他们。哎，超群，超群，他怎么了？你快出来，不让我进去。糖糖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天心啊，哎，讨厌这腰疼！哎呦，哎，对了妈，你看这花，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哎呀，真好看！这都什么花啊？这是？哦，这个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有了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如果不是小西告诉我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不是应该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也想告诉你，可是我该怎么告诉你？我连你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每个人都在说你是一个坏人，你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妈每天都很伤心，我二哥恨透了我，我甚至都没有勇气活下去，可我还是活了下来。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而你呢？你居然会怀疑我跟别人在一起？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告诉你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！我是个坏女人，你干嘛还过来找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笨最笨的大笨蛋。是，你就是一个大笨蛋。但是，我就是放不下你这个大笨蛋。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是说，你抱太紧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现在也一样爱你。虽然超群信誓旦旦的，但是想让我妈和阿丽体谅她，确实不容易。可怜的是糖糖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竟然什么都帮不了她。我相信，只要两个人相互体谅、相互依赖，为对方着想，那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。就像我们一样。你还在这儿啊？今天谢谢你啊。应该我谢你，相信我能看好你的店。不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改天过来，我再请你。不用谢。好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来吧。没事的。我来。没事。你看着我收拾就好了。
嗯。我把我的真心放在你手里，不聪明却坚定。黑夜的尽头就会看见晨曦，谁都不该放弃。原来是挫折，也是快乐。别怀疑，爱情自有天意。你这个事情怎么办的？我只是让你把小溪给弄回来，我什么时候让你把她给弄伤了？爸，您不知道，都是唐正那小子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不然的话也不会出这种意外。您想啊，她是您的孙女，又是我的养女，就是再怎么狠心，也不会让人故意弄伤她呀。唐正一再破坏我们祖孙的感情，要是小溪发生什么事，我绝不饶他。哼！程如山，唐正才是你的亲孙子。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的，你就尽情的去恨他吧，继续的互相伤害吧，这样才能弥补我这么多年在程家的委屈。唐正，总裁，小溪啊，唐正，小溪跟着你只能受苦，你有什么资格照顾她？爷爷。小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总裁，这件事，爷爷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我打他还是便宜他了呢。他口口声声的说爱你，他就应该保护你，结果呢，把你伤成这个样子。走，跟爷爷回去。我不回去，这件事情不能怪唐正。他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况且当时他也在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啊。你们的未来？你们的未来就是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，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些小混混的寻衅挑事，而你受伤的时候他总是迟到一步，这就是你要的未来？爷爷，你怎么知道小混混的事？猜也猜到了。唐正啊，像你这种男人，你一有事就躲在女人身后，你拿什么给程曦幸福啊？程曦为了你都跟家里闹翻了，你还好意思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？你还有脸站在这里啊？聪明的说得对，小溪，你跟这样的人没有什么结果。走，跟爷爷回去。我知道了，是你们做的，都是你们做的。爷爷，你怎么对我们这么狠心啊？总裁，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很过分吗？我知道你不满意我，你不放心把小溪交给我，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冠中房就是个证明啊！难道你就连那一点点的希望都不想给我吗？因为你不值得。看看你身边几个人，你除了会做几个菜之外，你能够承诺什么？值不值得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不是个小孩子了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感情。你为什么要求所有的人都跟你想的一样？要求所有的人都跟你的生活方式一样呢？爷爷，我是你的亲孙女儿，不是你的木偶。你如果硬要把我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那我迟早会跟诚实舅舅一样的。小溪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明知道你爷爷最忌讳这个，你还……所以你就想跟你舅舅一样离开这个家庭，离开我们所有的亲人，跟这个外人在一起吗？
这就是你的决定。以后要发生任何事情，你们不要来找我。爸，爸，您慢点，爸。妈，这可厉害了！我吃饱了。甜心，吃饱了。怎么都不吃呢？吃啊！我吃好了，我上班了。啊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妈，我送了他。去吧。不错。干嘛呀？哭丧个脸？啊，有你这么送老公的吗？我知道，你还在为昨天的事情不开心。他就是那么爱面子啊，你就当帮我担待一点啊。要不这样，我跟我妈说，咱们都搬回别墅住好不好？省得大家都委屈。别这样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。其实妈挺好的，她平时挺关心照顾我的，尤其她做的饭特好吃。那是。而且她洗的衣服也特干净，她怎么洗的那么干净呢？比洗衣店洗的都干净。什么呀？真把我妈当佣人了啊？我不让她干，她还不开心呢。啊！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我也挺希望有妈妈疼爱的。如果咱真搬回去的话，其实我挺舍不得的，真的。杏儿，可我妈除了会疼爱，还特别能唠叨，你能忍吗？自己妈妈有什么忍不了的？忍忍就过去了呗。哎呦，好了，其实我妈这个人呢，多相处相处，你就觉得她特别好。你呀，就会装好人。行了，都几点了？现在赶紧去上班，快迟到了。哎呦，对了，迟到了，晚上等我回来吃饭啊。哎，快走，别让我妈看见。啊，我们怎么搞得跟间谍似的？要不我进去跟你妈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你千万别去，我们慢慢来好吗？万一你们又吵起来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受得了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姐夫，啊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姐夫，我要跟你说件事，你肯定特别高兴。我辞职了。辞职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酒吧太复杂了，我不应该去那种地方，我应该找一份正常的工作。再说，等我跟姐姐相认了，我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啊！就算我从爸爸那里继承到财产，我也会好好的生活下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也有事情要跟我说，该你啦。什么事儿啊，姐夫？报告出来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
可能，这根本就不可能！我怎么会不是爸爸的女儿？我妈妈她怎么会骗我呢？大人有的时候是会随口说说的。知道我不是甜心姐的妹妹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对于我和甜心来说，我的确不希望事情变得那么复杂。我知道，你们又不是我，又怎么会了解从小就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多想要一个家？我根本就是一个多余的人，没有人要，也没有人在乎。姐夫，不，我以后再也不能叫你姐夫了，唐总。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帮助。虽然你不是甜心的妹妹，但如果以后你生活上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，可以打给我，我会尽量帮你的。可是这不一样啊！如果我们是一家人，我找你帮忙是应该的。可如果不是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。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帮助啊，对不对？我懂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有个想法。我的秘书正好要离职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留在天外天。真的？你不是说要出国留学吗？你可以攒下一笔钱，然后就可以去了，这样就可以实现你妈妈的愿望了。你是说真的吗，唐总？这个工作应该还适合你吧？谢谢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先进去了。我们好像分开了一辈子那么久。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我还得回去跟家里人说清楚，然后去你们家提我们结婚的事。本来我们还应该有很多的时间，不过小宝不等急了。可是，好像没那么容易吧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们就搬出来独立生活，反正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搬到这儿来住也不错，对吧？我已经想到我们结婚时候的场景了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、最漂亮的新娘。翔哥，我这2天手受伤了。阿正怕我一个人顾店顾不过来，所以留下来照顾我。哦，他过2天，等到我伤好了之后，他一定会去的。淡水鱼料理这唐正的弱项，我们之前研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困难。其实，料理这东西急不得，让它慢慢来，难题总会有解决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翔哥，我会转告阿正的。那麻烦了。那翔哥再见。
小希姐，哎，糖糖，气色不错嘛。糖糖，你怎么拎那么多东西啊？重不重？我本来是想直接回家的，不过怕他们问，所以呢，我就先到你们这儿来喘口气。欢迎你常常来喘气。哎，对了，阿正，刚刚翔哥打电话来，让我问你带水鱼的事。哎，对啊，哥，你跟翔哥学的怎么样啊？我相信他一定会帮你赢得比赛的，加油！我对你有信心。怎么，当了唐总经理的秘书，还不高兴吗？比起我来，更高兴的应该是你吧？我们是彼此合作，各取所需嘛。只要你能把天外天的商业情报给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刚进天外天不久，也不好太张扬。你没有必要这么心急吧？其实凭你的资质，只要把你的手段稍稍的施展一下，没有几个男人能够抵挡得住。还愁从唐丽那儿讨不到情报吗？我替你安排这一切并不容易，你可不要叫我失望啊！你没必要每次都强调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忘记我原本是个身无分文的人。如果不是你找我，我妈留下的债也没办法还清，我也不会有机会离开这里。晶晶小姐，那我们俩，我也不是白拿你的钱，对吧？该怎么做，我自有分寸。你等消息就是了。直接上门投怀送抱的都太廉价了，我要让唐丽为我动心，主动来追求我。那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事情成功之后，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，你一定会满意的。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，我先走了。超群，爸，找我有事啊？我有点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说吧。我要跟糖糖举办婚礼，先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？结婚？你这个时候提什么结婚呢？我们俩要举办婚礼，想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就办婚礼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超群呐，你疯了吧？就算是我同意，你爷爷也不会同意的。你还年轻，不要以为你爱我，我爱你就可以结婚了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唐家跟我们家实在是不相配。你们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总之我一定要跟糖糖举行婚礼，而且已经不能再等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糖糖有了我的孩子。啊？超群呐，就算是我们家同意，但唐家会同意吗？唐家那边我会说，现在只有唐丽一个人对我误解最深，只要说服她一个人，其他人应该没有问题吧？
小群呐，你别怪你爸爸多心，你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。要是唐家先同意了，你再去跟爷爷说，我觉得比较稳妥一点。你如果在家里闹了一遍，唐家人又不同意，你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你是我们程家唯一的儿子，你爷爷、我和你妈对你的期望都很高啊。我看呢，这件事还是等等再提吧。好吧，在你们答应之前，我先搬出去住。什么？糖糖需要我照顾，我不能不管不问吧？再说他现在住在唐丽那里，应该很不方便吧？不行，这算是怎么回事？虽然你们已经完成了手续，可是你们毕竟还没有举办仪式，亲戚朋友知道了会怎么说你啊？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。行了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不管怎么样，糖糖有了我的孩子，我要照顾他，我不能让他受委屈吧？我跟他再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跟各自的家里人说。爸，我以前很少求你帮我做什么，但这次，我希望你至少不要反对我。等等，你确定是你的孩子？爸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的感情基础可比你和妈要好得多，以后少说这种话。程群，程群！这个唐家真是太可恶了，处处和我过不去。哎，哟，回来啦？你又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去看大哥和小希姐了。哦，他们生意怎么样了？看上去应该不错，不过大哥的神情好像有点不对，蔫蔫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忙那个料理大赛把自己累坏了。比赛？就他那么个小破店，怎么参加比赛啊？难道没有比赛参赛限制吗？之前我们万家香不是也参赛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们万家香是100年的老字号。你想吃哪一份啊？你挑一份，剩下那份就是我的。哎，这个包子是我新发现的一家小店做的，特别好吃。那个汉堡呢是金枪鱼的，也特别好吃。我今天在家吃过了。啊，那没人跟我抢，我都没胃口吃了。那我吃汉堡啊。哎，要不然你今天吃包子吧，好不好？我就吃包子。那给你。好。喂？什么？你上次明明跟我说好的，可是那个价钱太贵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你再帮我找一下。总之呢，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小一点、远一点都没关系的。好好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你租不到房子啊？是啊，啊，不过没关系的，中介他们会再去帮我找的。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不要。我能来这里工作，已经是靠你帮忙了。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再说，我要是有什么事情都依靠你的话，那我也太可怜了吧。再说，我也不能依靠你一辈子呀，是吧？哎，那你赶快吃吧，马上就要开会了。唐总，这是公司最近1个月的营业数据。目前，我们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商铺经营存在着压力。
主要原因是多位分店的主厨离职以后，后厨管理混乱，饭菜的品质，包括厨师的管理与新人的培养都跟不上。采购部门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，因为资金流转遇到困难了。资金方面，我已经和几家融资公司谈过了，有一家会给我们提供帮助。会后你再跟他们联系。但是他们提供的额度和贷款利率啊，它根本就没什么优势。弄不好啊，也许我们的财务情况啊，会更加的恶劣。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吗？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招聘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主厨和分店的大厨，尽快改善我们的后厨管理，提高营业额。唐总啊，我们真的不能再等了。招个人有那么难吗？最近啊，我们连续面试了上百人，既有管理经验的，又有厨艺高超的，确实没有合适人选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出去吧。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拜山水所赐。唐总，你别着急了，我们一个一个想办法好了。资金方面嘛，我认识1、2个这方面的人，一会儿我就跟他们联系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不过至于主厨这边，我可能就……不用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？其实我家里就有个现成的，只是……他是……我大哥。哦。是不是公司的事情很烦啊？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没事，我自己解决就好。那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说出来，还可以多一个脑袋帮你想想啊。还是人的问题，厨房管理一团糟。我很想请大哥来帮忙，可是现在跟他闹得那么僵，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过来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还是先别麻烦大哥了。我看他跟程曦姐现在在做那个……现在家里正缺人呢，他跑去开什么小店？说来说去根本就没有把家里当一回事。那你也不能全怪大哥啊，他和程曦姐的关系本来就很好，现在因为家里的原因都被赶出去了，那也挺可怜的。可怜？有什么好可怜的？如果他每件事都站在家的角度去考虑，就什么都解决了。那可是……你以为我愿意把事情弄这么僵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好了好了，我自己会解决的，你别管了。如果是别人，也许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但是，如果是唐丽，想找的人又是唐正，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为什么？唐丽年轻气盛，她的哥哥跟她正好相反，像个榆木疙瘩。他们2个本来就不合，是有点不对路子。但是，如果遇到大的事情，兄弟毕竟是兄弟，所以我们要再给他们添把火。
唐总，我刚从公司的人力部那边过来，他们说这次的主厨面试还是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哎，你哥哥那边啊，这个我自己想办法。啊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唐总，你真有本事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，我超崇拜你的。先别高兴那么早，还不知道他答不答应呢。怎么会不答应呢？他是你大哥，当然是兄弟同心了。这次啊，你们兄弟齐上阵，一定是无坚不摧。怎么，你担心他不愿意来工作吗？没关系啦，唐总，你们是兄弟，好好谈一谈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吧，是人就有软肋，只要你抓到他的软肋，一定就能刺激到他。你去找他谈之前，要好好想一想，他的软肋是什么？阿丽，什么事啊？听说你要去参加料理大赛。嗯。以这家店的实力，你怎么可能赢啊？门槛没那么高。也就你还这么天真吧？难道你忘了在山水比赛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很硬的背景，你很容易被忽视的。哪有那么多黑幕啊？是啊，反正你对输赢看得很淡。我为什么就不能想赢呢？以前有爸在，万家香在，我就觉得保持现状就好了。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也想用我自己的努力和实力，去保护我身边的人。只是现在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还没有解决。技术上的问题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，可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起点太低了。你看看这家店，你想买贵重的食材你都买不起。哥，如果你想做的话，你来天外天。你想，以天外天的实力可以帮助你，总比这家小店来的好吧？我们真的需要人，技术和管理上都有问题。我可以给你意见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过去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很好啊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会把店扩大，多请几个人来帮忙。那时候我跟小希就可以休息了。你还是跟爸一样，小富即安。爸的厨艺好吧？我敢说，天外天和山水没有一个人比他强。可是又怎么样呢？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换来的就是万家香那么一个小馆。可是我们呢？可是我们呢？我们一点错都不能出，一旦出错就会倾家荡产。这让我感觉真的很窝囊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爸爸？我不是针对爸爸。我知道了，在你看来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最近我也常常在想，我是不是那么不思进取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阿丽，你要知道，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你有你的活法，我有我的活法，我也想把店变得更大。生意做得越来越好，但老实说，我能想到的最大的规模，对你而言也许都只是道小菜。你是不是又要跟我说，人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？可是你看看，有多少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？大部分都是为了权、钱还有名利在做。
那些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，他们要不就是根本不缺钱，要么就是正好他们在做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钱、权还有名利的事，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。是人就有软肋，只要你抓到他的软肋，一定就能刺激到他。你看程曦姐，她在厨房的样子，和妈当年劳碌的样子是不是很像？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最大的感悟就是，人，特别是男人，一定要强大。当然，如果像你一样，当然可以无忧无虑，这样很好。可是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就要去照顾他，你就要去多考虑他们的感受。如果你连这点都不去改变的话，那你就是自私。哥，难道你真的想让小希姐这么跟着你受苦吗？你明知道自己可以改变这一切，难道你也不去做吗？阿丽，我还是觉得我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唐丽来啦，你怎么不让她进去坐啊？那我先把东西拿进去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真是想不通啊！同样是一个屋子里一起吃饭、一起睡觉、一起长大的人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就好像是土里挖出来的古董，简直不可理喻啊！谁？你说谁呀？还有谁啊？我那个大哥呀，守着那个小破店，我叫他过来帮忙，他还不来，跟我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道理。阿丽，大哥的性格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就像人走路一样，你呢就喜欢一路小跑，对不对？大哥呢就喜欢慢慢走、散步，你不能总是按照你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啊。可是他永远不知道抓住一个机会对他有多么重要，他从来不为自己考虑，他的将来怎么办？还有妈要怎么办？你不会拿这个话来刺激大哥吧？阿丽，你说话就是不动动脑子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大哥呢，你心里肯定会不好过的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当然可以选择与世无争。你自己选择要什么路，就要接受什么样的结果，这样很好。但是如果你身边有需要你照顾的人，需要你去养活他们，那你就应该为他们考虑才对啊。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，那你就是自私。哎。客人等一下就来了，要赶快准备了。加油！
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哎，啊，真的是你呀！嘿嘿，你不是那个万家香唐大厨的儿子吗？啊？是，我是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万家香怎么关门了呢？啊，后来我还专门去找过呢。哎，我们家发生了一点事情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这个唐大厨突然就走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个老字号啊也吃不到了啊！哎，可惜呀。哎，朋友们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家那才是真正的好厨艺啊！味道就是。这是你的手艺吗？是啊。哦。不对，味道不对，火候是火候的问题啊！这道菜要用细火慢炖。哎，如果是那个唐大厨来烧，那绝对不是这个味道。啊！哎呦，你看看啊，万家香没了，哎，这人没了，这味道也没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！哎，阿珍啊，刚刚翔哥说他今天晚上有空，你可以去练习了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我们等一下早点打烊，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？不去。哎，现在还在营业中啊。好了，那你休息一下。你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事情不高兴啊？你不要安慰我了。我不是要安慰你，我只是想说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，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嘛。也许我是要有压力的。阿正，我们……你不要那么懂事，常常安慰我，替我着想。也许我是活该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
石头剪刀布。我赢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我。1、2、3，耶！哎呀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你个臭小子！哎，爸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往哪儿跑？你往哪儿跑？你还跑？你站住！啊！站住！等一等！哎，臭小子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跑！哎呦，别打了，来。爸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不会像妈还有阿丽一样，不想见我吧？我最近的厨艺变差了，所以没有带来给您尝。对不起。爸，您教教我该怎么做。您走了，我跟妈、阿丽和糖糖，我们都一样难过。可是，我真的不能相信，是跟我们唐家关系那么亲密的人害了你。我这样想，错了吗？我该相信田在天是凶手吗？他是阿丽的岳父，他临终前还到我们家里忏悔。我该相信超群是凶手吗？那他跟糖糖的感情又是什么？小溪又是程家的人，他为了我们家的事情跟家里闹翻了，被赶出家门。他这样，难道我真的可以推开不理吗？我知道程如山他一直刁难我们。曾聪明不是一个好人，超群他也曾经害过我们。但是阿丽一直说以眼还眼，难道我们真的非得做到面目可憎之后，才有资格跟人家对抗吗？我真的不信了，爸。
人和畜生是不一样的，不就是我们人多了那份道义和坚持吗？如果连这些都没有了，那报了仇又怎么样？赢了又怎么样呢？从小你告诉我，好人有好报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的好报在哪里？我的好报在哪里？难道就是我们坚持做一个好人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好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懂。爸，你告诉我呀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好累呀！我好累呀！我快撑不住了。阿正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昨天晚上一直打你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我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小希，你跟着我，害你每天都担惊受怕，内伤外伤。今天不开店，走。阿正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喂！去哪里？做什么都好，只要能逃离就好。你在这儿啊？我的大小姐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，怎么才来啊？我等的都快变成化石了。不好意思嘛，是我妈，她一直在家，我找不着机会。还好她出去买菜了，我才说服甜心姐让我出来的。怎么又是你妈呀？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至于总藏着掖着吗？超群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时间的吗？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你还要继续跟我生气是不是？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！再说了，我怕我的宝贝女儿出来不理我。那好吧，走吧。你说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不告诉你，走。请签个字。哎呦，我只想睡觉，你带我来健身干嘛？听我说啊，这样呢是为了你和宝宝都好。谢谢啊，走。哟，你穿这一套还真好看。真的吗？人家老公还过来陪呢。是，真是。我家那个一会儿锻炼的时候要注意点，别动了太近。
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手臂往前伸。你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真的，你做动作的时候眼睛向前看。小心点。好，呼气要均匀。哎，我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笨？干什么？注意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慢慢抬腿向后伸，伸左臂，保持平衡，注意。你心里真的很难过吧？我该怎样才能让你开心起来？阿正，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想，这里今天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好不好？你确定你可以吗？那好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这样，拍他啊！我把我的真心放在你手里，不这样滑下去。却坚定。好，加油！谁都不该放弃。来转啊！好嘞。哎，对了啊，对了，哎，好了，好，哎，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，我相信爱是夜空最美的烟火，纵然我们都曾哭过、闹过、痛过，舍不得放开彼此双手。我相信爱会兑现所有的承诺，我相信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好棒！眼泪是所这边来。年轻的时候，你爱我，我爱你就够了。可是，这现实生活，它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。到那个时候，只有感情是不够的。所以，奶奶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努力，把你们的日子过好。千万不要让现实的问题毁了你们的感情，毁了你们的生活。加油！来，到这边来。好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来这边。因为你不值得。看看你身边这几个人，你除了会做几个菜之外，你能够承诺什么？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，我相信爱是夜空最美的烟火。如果像你一样，当然可以无忧无虑，这样很好。你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就要去照顾他，你就要去多考虑他们的感受。如果你连这都不改变的话，那就是自私。哦，你比我都厉害啊！
哎，这个我不会，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，我相信爱是夜空最美的烟火。纵然我们都曾哭过、闹过、痛过，舍不得放开彼此双手。我相信爱会带上所有的承诺。阿正，我相信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。阿姨，刚才那个叔叔好像掉到水里去了。掉到水里？是。阿正，阿正。对不起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啊？你说话。没事。哭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啊？我是在想，待会儿要带你去哪里玩，你喜欢玩什么？都可以啊，只要你喜欢的。早点回去，不然我妈起疑心了。就几分钟而已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？就几分钟，保证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干嘛。好啊，当当当当。哇，怎么样？好可爱啊！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不告诉你。来，坐在这儿，让我一一给你介绍一下。坐好了。咚咚咚咚。你的孕妇装。从2、3个月到5、6个月，一直到临盆，我全都买齐了。好多孕妇装哦，可我现在还穿不上呢。怎么穿不上？看，公主裙，从刚出生的到半岁的，到1岁的，到3、4岁的，我都买全了。你也太心急了吧！现在到生还好几个月呢，就这能穿上公主裙还几年呢？怎么了？我还觉得不够呢。哎，你看这个小床，我为我们的女儿专门定做的，将来我们女儿出生之后就可以睡在这个上面，保准舒服。晚上如果她饿了呢，你不用起床，我来喂你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女儿转动小手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，这个可以培养她眼睛的洞察力，将来对她视力很好。这个是我从育儿网站上学到的。还有啊，温奶器我也买了，我是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这可是全世界最好的。哎，还有呢，你看这些纸尿裤啊、小玩具啊，我也准备的一应俱全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有我车上我买了婴儿座椅，将来我们的女儿可以爬的时候，我就开着车带她去公园，让她在草地上爬。等她将来上幼儿园了，上小学了，我就负责当司机，早晚接送她上学。还有，我想我们的女儿将来一定像你一样漂亮，肯定有很多男孩子追她，所以我一定要教她怎么智勇双全地对付那些男孩，绝对不能让她吃亏。超群，你也太能幻想了吧！再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生女儿呢？你就不希望我们会生个儿子吗？凭我的直觉啊，住在这里面的一定是我的小公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女孩，女孩多可爱，可以像你一样。千万不要像我，从小呢我就背负着家庭的重担，
而且凡事都要优秀、刻苦，争做人上人。我们的女儿不需要这样，她不需要看到社会上竞争是如此的惨烈，她不需要背负任何的期待。我只希望她可以开开心心的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有你的爱和我的爱，可以让她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就够了。总之，外面的风风雨雨，我都会为你们母子俩承担的。你们只需要每天在我下班回家一开门，女儿就跑出来扑到我的怀里，叫我一声爸爸。你呢，就准备好一桌热腾腾的饭菜，我们就一起吃饭，聊聊当天的事情。女儿一定会聊学校的事情，会聊她的老师和同学。你呢，就一定会聊那些无聊的电视剧。我可能就会聊公司的事，不聊公司的事。总之呢，我们就唠唠叨叨的，开开心心的吃饭。吃完饭之后，我们3个人就手牵手出去散步，好不好？太好了。糖糖，你觉得我们就这样跟我们的女儿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啊？我当然愿意了，这是我一直幻想的生活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话要，走。哇，你居然会做菜！哎，就你们家人会做饭是不是？可是你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，而且你也从来都……我从来都没给你做过，是不是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哎，来尝一下刚放的 cheese。你呀，总是有吓人一跳的本事。跟你在一起，我心脏都快负荷不了。那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得把自己的心脏练得强一点，我以后啊还有更多的惊喜准备给你和孩子呢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我陪你喝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？我们就坐在这个位子。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个，记得吗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？我们就坐在这个位子。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个，记得吗？红酒玲珑心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菜名，觉得很新鲜。但是让我更新鲜的是，你说起做菜时候的表情，整个人都在发光，跟平时完全不一样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
你做菜的味道应该很好吃。如果我能吃到你做的菜的话，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你那时候还没吃到我做的东西，怎么会那么缺心啊？因为我知道你在用生命做菜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牺牲了很多在我生命里更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我身边的人受到伤害。可是，小希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逼我。也许有一天我会想通，可是不是现在。你就让我送你回家嘛？不要嘛，让我妈看见就不好了。这里很近的，我一会儿自己回去就好了。你说我们每次见面都这么匆匆了事，我总有一天会发疯的。放心，在你没发疯之前呢，我一定会说服我妈，告诉她你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公跟爸爸，让她接上你。哎，那有没有点奖励啊？我说，你这么折磨我，要不要给我点奖励？嗯？快走，过来！哎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伯母？幸好我发现的早，要不然就惨了。什么叫要不然就惨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既然撞到了，那我就过去把事情说清楚。你疯了！要是现在让我妈知道我们瞒着她你回来了，还偷偷跟你约会，她气死了。那你说我们的事要瞒多久？快走，不能让她发现！快！我妈呢？妈呢？就一定要这样吗？就不能解释清楚吗？该骂的骂，该解释的解释。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你这都有孩子了，我就不相信他能怎么反对我们。我太了解我妈妈的脾气了，她其实挺心疼我的，只是现在还在气头上。我们等她气消了，然后再慢慢谈，好不好？别做梦了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回事你？啊？你瞒着我偷偷的跟他约会，他什么人啊？他怎么对你的？他抛弃过你，你忘了？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伯母，你别责怪糖糖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肯定是你的错，不怪你怪谁呀？我好好的一个闺女，让你给弄得天天哭，还差点死了。还有他爸爸的死，虽然我现在没有证据，但是我觉得与你们家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你居然还有脸回来找他，你脸皮真够厚的你。妈，爸爸的死跟超群无关，他已经跟我说了，那个袖扣他送给了田在天，而且警方都已经确认了。他跟你说你就信啊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痴还是傻呀你？你怎么处处袒护他？啊？你为了他你不要你家人了？伯母，
伯父的死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，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但是我跟糖糖是真心相爱，你就不要再责怪他。他现在有孩子了，我怕他身体受不了。拿孩子来要挟我是吧？拿孩子来要挟我，我还告诉你，我就不吃这一套。走，跟我回家，回家，妈，给我回家，给我走，走啊你！你不走是吧？好啊，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妈，伯母，妈，伯母，你放开我！妈，你别逼我了。哎，妈，伯母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伯母。妈，好点了吗？糖糖，好好照顾妈。你不是跟那个男人走了吗？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妈，对不起。糖糖，妈跟你说，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。我在想，如果你真的嫁入那个程家，你要面对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怎么面对呀？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哎呀，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替你担心。可是我又一想啊，如果我硬生生的就把你们两个人给分开，不让你们俩在一起，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啊，你说你带着一个孩子，你说你以后怎么办呢？妈，对不起，一直以来我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到你也在为我受苦，都是我太自私，我太不孝了，妈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好了，妈，好点了吗？妈没事了。糖糖的事情你别担心了，还有我和阿丽。哎呀，你俩是让人省心的嘛。你也是，中了程超群的毒啊！啊，让我们全家担心还不够啊！阿丽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如果程超群真的有心，就应该早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然后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。这样偷偷摸摸算什么？唐丽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们以前不也是这样吗？和我们以前能比吗？这能比吗？我才不会教唆自己的女人跟自己偷偷结婚，然后还有了孩子。也就是你呀，什么都听他的。我看这个程超群把你卖了，你还要帮他数钱呢。阿丽啊，事情已经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谁又比谁过得轻松啊？糖糖，别难过了，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啊。你姓程，当然帮程超群说话了。现在连我哥都离家。好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知道你们都大了，你们都有自己的打算，都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之所以会唠叨你们，我只是担心你们。当然了，这听不听，都在你们。
糖糖，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如果你将来不后悔，就按照你的选择去做吧。我无非是怕你们将来过得不幸福。我想天下的父母也都是这么想的。我懂了，糖糖，你放心，我现在知道我最应该做什么了。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让两家的关系好起来。这样一来呢，你以后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跟我在一起了。糖糖，等我。我会的。这几天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哎，等一下，给你看样东西。他们叫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。不好的事情不看，不能接受的黑暗事情不听，会争议的事不说，像不像你？也许吧，像鸵鸟。但是，我却看到他积极的一面。你不是为了躲清静而不看、不听、不说的，你只是太顾虑别人的想法，不是吗？你也不是无欲无求，不是没有愤怒，更加不是不想做什么，只是你怕做了之后会伤害到别人。只要有伤害，你就会犹豫。阿正，我们不是圣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的，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去做。但是有些时候，还是会避免不了伤害别人的。但是，往往受到伤害的人，都是我不想伤害的人。早点休息吧。阿正，休息一下吧。不用了。翔哥，跟我走。
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啊！还犹豫什么？去吧，这有我呢。对了，他会在我那儿待3天。如果这段时间店里忙不过来，先把店关了。嗯。走吧。这几天你就住在这儿吧，这里有床，你可以睡。这里的食材一应俱全。至于吃的嘛，我相信你应该不至于让自己饿着。翔哥，你也知道我家里最近的情况，我真的没有心情做菜。有心情才做菜那是爱好，没心情也能做才叫做职业，不被心情左右，才是料理。不行，我还是先回去。回去听家人哭诉呢，还是守着你那不营业的罐中房？既然说不出来回去能干嘛，那你不如留下来，等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回去。啊，我这里的食材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可是我真的没心情做菜。没心情做菜，那你是不是也没心情活着？翔哥，翔哥。总经理，上个月的业绩报告出来了。都说了些什么？简单点。营业额下降15%，利润下降22%，有2家店铺的流动资金出现了问题，现在已经有部分供货商开始到店铺讨要货款，还有。就没有什么好听点的吗？哦，啊，说是山水之前拓展的连锁餐厅，也有部分店铺出现了经营压力，然后好了，我不想听到他们的名字。家里已经烦成这样了，怎么到这儿还要听到他们的名字？有完没完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，你先出去吧。我想去吃早饭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不要说你吃过了，吃过早饭的人啊，脸上是看得出来的。哎，可是唐总，你能不能笑一下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。谁允许你跟我说话这么没大没小的？
啊？啊哈，你不高兴啦？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人会喜欢偶尔有人跟你微大微小一下呢。他们不是说高处不胜寒什么的吗？走吧。翔哥，你还嫌这里的东西不够浪费吗？好鱼，好的厨师，加上精心的制作，才能做出好的料理。首先鱼得新鲜，调味和火候尤其重要。如果一个环节做不好，就会浪费了食材。你去哪儿啊？你还是把它们带走吧。捕捞起来的鱼，就算水养着，也不容易养活。这里是厨房，你是个厨师，我让你在这儿养鱼了吗？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给人家当食物。作为一个厨师，就应该好好的对待他们。所以我不想糟蹋他们。翔哥，你难道还要继续吗？我真的不想做。上来，进宫。打赢就让你回家。翔哥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不善于进攻，那你善于防守吗？翔哥，够了！谁天生善于进攻啊？啊，你不善于进攻，就应该善于防守。两种状态你都不会，你活着状态是什么？别人的拳头打过来该怎么办？退让吗？这样之后就不会有矛盾了吗？一味的退让，只会让你一味的挨打。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背后就是悬崖、失败、失去你所有在乎的人。打呀！你在哪儿啊，腾快！观众，观众，站起来！打！可是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就要去照顾他，你就要去多考虑他们的感受。口口声声说他爱你，他就应该保护你。
正，小溪，翔哥，哦，刚才我去餐厅找你们，他们说你们来这儿了，所以我找过来了。可是不是说要教他厨艺的吗？怎么突然改练拳了？偶尔有不开窍的学生，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来教啊。阿正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记得最后反击时候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好，那等我处理完该处理的事情，我再过来跟你切磋。那翔哥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翔哥。没事。就算是调教，下手也太狠了吧？是我太笨了。忍着点啊。你到底是去学些什么啊？生活，很多时候要学着主动出击。他怎么会喜欢用这种亲身体验教学法？就算是体验，也不至于这么深刻，这么全面吧？好了，翔哥肯教我，就算是我的幸运了。来，小希，接下来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对不起。我们好久都没来这里了，这里的风景没变，就是我们都变了。不会啊，我相信以后会变得更好的。啊，有一天我们也会回来的。哥，有没有点同情心啊？我现在连自己的老婆都见不到，你们却当着我的面秀恩爱。这次找你来呢，就是为了你和糖糖能够团圆呢。当然，也为了我，还有小希。我也在想办法，也正想找你们商量呢。我听糖糖说，伯母现在虽然有心结，但对于我跟糖糖之间的关系还算包容。现在只剩下唐丽，几乎是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。我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。哥，如果要安抚阿丽的话，估计只有阿正了，因为阿正算是这个家里面最了解阿丽的人。唐正，这次我会拿出诚意，先跟唐丽把之前的误会给化解了，你觉得呢？其实我也在考虑应该怎么做。阿丽对程家还有山水的误会，一方面是因为多次合作都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所以渐渐的失去了信任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我爸的死，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跟程家有关系，想要证明程家的清白，就得依靠警方的调查。所以我在想，也许你们可以先从工作上合作，然后再重新建立信任感。我也有这个想法。山水还有天外天恶意的竞争，一家总是想把另外一家吃掉，但结果呢？两家都元气大伤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看了山水的报告和第三方提供给天外天的营业数据。自从价格战以来，我们两家公司的盈利水平都在变差。所以，我们就应该找到一个好的办法，让两家公司友好合作，互惠互利。只要能跟唐丽和解，损失一点利润我也愿意。唐正，
你是唐丽的哥哥，应该对他以及天外天的情况比较了解。你看一看，目前天外天的营业状况上，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？你也知道，天外天的连锁餐厅跟山水结束合作之后，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到后来，运营方面和渠道方面也受到了很多创伤。现在董事们又给阿丽很大的压力。如果这件事情不尽快改善的话，阿丽在那边的情况就非常尴尬了。经营管理上，我肯定帮不上什么忙。渠道嘛，这样，我先回去考虑一下，或许还有办法。超绝，不要太急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商量。是我，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喝汤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胃口变得好大，经常就会觉得很饿。我想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了。真想，这个时候你们两个都在我的身边。我也是。也许这一天并不远了。明天啊，我去找唐丽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。真的吗？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要是我没有怀孕，也许还能帮帮你。傻瓜，就因为有了孩子，我才更有动力啊！你看看你，以前那个样子，像个瓷娃娃一样，但是现在呢，倒更像个女人了。原来我以前是个男人啊！我本来想走深情路线的，你怎么又把我拐到搞笑路线上去了？I love you. I love you. 赵全啊，在干嘛？爸，坐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山水酒店东区的6家餐厅是不是长期包给黄华公司啊？哎，我看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，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个新的承包商啊？赵全呐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黄华的老板可是你爷的同乡，他们跟我们山水合作也有10几20年了，虽然经营的无功无过，可是毕竟知根知底呀。我们山水跟他们的合同虽然是5年一签，但是每一次都是自动续签的，也就是因为他们只立足于东地区，要不然每一个有山水的地方都会有黄华呀。但是这么多年没变，也未必是件好事啊。别的都好说，但是黄华动不得。再说了，东区也是我们山水酒店业绩最好的地区，更换餐饮外包商的事可不是小事啊。赵全，最近你是不是跟唐家的人走得很近呢？爸，别叫得那么生分，将来我们肯定还是一家人呢。赵全呐，你是不是在计划什么事要瞒着我和你爷爷啊？爸，你别问了。之所以瞒着你，肯定有我自己的原因，但是我保证，绝对不会做有损山水利益的事情。赵群呐，你太天真了，有些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行了吧，放心吧，啊。程总可真是稀客啊！你是唐总的新秘书金晶。程总果然神通广大，事无巨细都知道。唐总在等你呢。好。程总，请。好。
好，你帮我盯紧他，他们说的什么话，你可要一五一十的记清楚，知道吗？嗯。唐总，程总都来了半天了，你怎么让他自己干坐着啊？哟，程总经理啊，嗨，我还以为什么阿猫阿狗的人都进来了呢。没关系，唐总可能经常跟那些人打交道，才会产生这样的幻觉。我打交道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筛选，所以我认识的人还都不错。程总今天来，有什么指教？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不可以随意一些？随意一些？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随意的话题可以跟你聊啊。我今天来呢，是真心想向你求和的。我知道我们程家跟你们唐家还有一些误会没有解开。误会？用这个词儿说的太轻了点儿。商业欺诈、人命官司、拐卖天真少女，这叫误会。请你不要侮辱自己的妹妹，好不好？有些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，我不辩解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想要跟你吵架或者打架的。如果你不想认真的听我说话，我马上就走。但如果我走了，你将会失去天外天东山再起的最好的机会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除了陷阱，我实在想不出你能索什么大礼。你看看，你要把山水业绩最好的餐饮区域的承包权转让给我？是。东区6家山水酒店的营业额占我们全国山水酒店营业额的1/3，餐饮区也是所有山水酒店当中业绩最好的。我知道天外天现在缺的就是优质的平台，开拓高端渠道，重塑你们的品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天外天是可以东山再起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为了糖糖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也为了小西跟你哥。我希望唐程2家以后可以和睦相处。难道你就不考虑山水的利益吗？的确有很多餐饮企业都在盯着这个机会，但是因为有你，唐丽，所以我会优先选择天外天。我凭什么相